我不敢再往里走了，里面真的是一点光都没有，我得赶紧出来了。我建议这个视频你们在白天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同学。现在呢，我在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，在这里居然足足有400具棺木。这里是贵州华西的大山深处，华夏上下5000年，总有些神秘的习俗传承至今。在我们大中国啊，土葬和火葬是最常见的葬法，大家也都知道。而今天呢，即将展现在小林同学面前的是一种不常见的葬法——洞葬，只是把遗体放入棺木后送到山洞之中。这是一种苗族的独特葬人习俗。这里啊，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这里，据说只有6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够被葬在这里。今天，小林同学就带你们去探秘一下。在进去这个地方之前，为了表达小林同学的尊重，特意点了3根香，祭拜一下在这里的苗族祖先们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在追《盗墓笔记》的时候来到这里。这一路，说实话，我的2腿都有一些发软。在周边的大山上啊，这一些尖尖的山头，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。我是从贵阳一路过来的，原本今天这一路雾很大，当然到了这边啊，雾反而很小，天气也比较阴沉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来到这里的缘故啊，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，但同时呢，也是越来越好奇。前面的这一个洞啊，它是小洞，这一个山洞呢，它是呈现一个 U 型，又有点像是一个葫芦形状。这个洞呢，它也是可以通往里面的洞葬群的，但是小林同学，不敢从这边过去，因为这边没有灯，实在是太暗了，看着好瘆人，我不敢去。我们绕一下，从前面的那一个大洞，咱们从前面大洞过去。这一个大洞啊，就是洞葬的入口了。这是一个大洞，在后面的话还有刚刚给大家看到的那个小洞。这2个洞的话是连通起来的。面前这里有一些围栏啊，它是不给别人进去的。这里的话，我建议大家没事也不要进去。你看里面都没有一些落脚的地方。这个洞啊，它其实有2个入口。刚刚在底下我看到的那一个就是小洞，就在这个洞的后面，跟这个洞相连。现在这一个洞的话，它是称之为上洞，刚刚那个是叫做下洞啊。它洞口是比较宽敞的，宽度呢大概是有10米左右的样子，它的高度呢大概是20米左右。目测可以看见啊，有上百具棺木置于井字形的木架之上。据说这个洞里面一共有400多具棺木。天啊！这些棺木它们列成了5排，有的是头朝外啊，也有的是头朝里。在这些里面呢，似乎有一点特定的规则。很奇怪，很好奇为什么苗族的前辈们会选择用洞葬的方法，而不是土葬和火葬。然后想查一下百度它的成因，结果呢，百度里面跳出来一些关于洞葬里面的诡异事件。我现在在这里，我真的，虽然我非常好奇，但是我现在腿有点软，我不敢点开看。查完之后，我才知道关于苗族人洞葬的原因众说纷纭。有人说是因为地理位置的限制，苗族人生活的地方为喀斯特地貌，这里啊群山峻岭，在这样的地形之下呢，土葬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，洞葬习俗因此应运而生。还有人说呢，是因为经济水平的影响，古代苗族人居住的地方啊比较偏远，经济水平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，他们可能是因为经济条件差，没有足够的条件啊去安置逝者，所以选择洞葬。还有人说是历史的遗留问题，相传苗族人的祖先啊曾经生活在黄河一带，因为呢战败逃到了山里，他们最开始啊选择洞葬，是为了将逝者暂时安置在这里，等到有朝一日呢回到故土再进行安葬。但是啊没有想到的是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就在大山里面扎了根，世世代代都没有再回去，而洞葬也变成了这里的一个习俗，传承至今。这3个呢是比较切实的说法，而实际上关于苗族洞葬的原因啊，至今还没有一个官方的解释，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。
啊，终于出来了。刚刚在洞里面的话，有一些让我难以描述的感受，在里面的话一直都是冷汗直流。如果看过《鬼吹灯》或者说是《盗墓笔记》的朋友，应该跟小林同学会有一样的特殊感受。好了，那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我是三林同学，关注我，我们一起看远方，拜拜。